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腾电脑评测。今天要开箱的是联想小新16 Pro i5-1500H 极简版。从产品力和产品定位上来说 ，Pro 优于 L， 优于数字系列。作为小新系列最顶级的产品，产品力如何？让我们来开箱。这是外包装，这机器的型号和序列号。原厂的封口是一个联想的黑色胶贴，没有拆过。现在打开它，是没有封口的。小新全系列基本长一个样，让你傻傻分不清楚。机身不是银色就是灰色。A 面是一个光板，仅有一个很小的联想 logo， 拿在手上的质感也还可以，毕竟是一个金属的机身，但是非常的重。对比同价位的森格布克16+和惠普的新15，精致感上明显要低一个档次。如果是4000多的价位，我就不跟你扯什么精致了，性价比才是硬道理。在5000多价位，我还是需要一些设计语言的。这个外观真的很像惠普的新系列青春版。外观和森格布克简直没法比，不是一个产品级别的东西。包括 C 面的设计感也是一样。小细节方面，森格布克16+直接是领先它一个档次。A 面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，单手开合可以。这是它的最大开合角度。B 面是3边窄边框，顶部是摄像头和麦克风，人脸解锁，下巴略为1指宽。C 面金属材质，键盘键程 1.3 毫米，打字手感一般，有背光键盘，有小键盘。触控板不是玻璃材质，左右声音一致，稍微有一点粘滞的感觉。开机按钮也比上一台开箱的森格布克16+好了很多。机身左侧一个 C 口会被充电器占用，一个 HDMI 接口，一个雷电4接口，还有一个耳麦接口。右侧2个 A 口，一个 SD 卡槽，比森格布克16+少了一个 U 口。机身长度 35.5 厘米，上下高度25厘米。机身最厚的地方在脚垫前面，最厚的地方18毫米。裸机1940克，接近2公斤就不能叫轻薄本了吧？比天选3轻了170克。电源适配是370克，100瓦 C 口充电，线长约为2.8米，台达电子代工，小巧不割手。旅行重量2310克，已经堪比游戏本了。屏幕漏光有一点，很正常。系统也有2个分区，祖传的 FN 加 Q 可以切换3种模式。节能、野兽、智能，所有驱动都是最新版本，主板 BIOS 19WW i5-1500H 4个性能核8个能效核，12核心16线程，标准 TDP 45瓦，这台机器最高可以释放到60瓦左右，基础频率 2.5G， 最高睿频 4.5G， 3G 缓存18兆。价格上比 i5-1240P 便宜了60元人民币，比 i5-1235U 贵了15元，处于中间。显卡是锐炬核显 81U 的单元，最高睿频 1.3G。这里显示96是错误了，内存是板载的三星 16G LP DDR5 6400频率，显示错误，实际是4800。这个 DDR 的内存成本很低，不到400元，不能扩展，是焊接在主板上的。好处是速度快，逼格高，缺点是时序差，延迟高，趋势所向，没毛病。硬盘是美光的 PCIe 4.0， 速度还行。屏幕是华星光电，分辨率2560×1600 16:10的比例，120赫兹刷新率 ，FN 加 R 键可以切换。16:10的好处就是可以缩小下巴，可视面积做的大一些。但是传统的游戏和视频都是16:9，使用它上下会有黑框，就像这样的黑框。有一点比较尴尬的是，我这块屏幕是坏的。如果你设置到最低的亮度，它就完全灭了，就像这样。设置亮一点它就没问题，设置灭了它就真的灭了。100%的 sRGB， 实测 98%， 这里是色调响应，这是灰阶。它的亮度官方宣称350尼特，实测这台达到了397尼特，还是非常高的。雾面屏，不过厂家这一次没有宣传 DC 调光，那应该就不是了。无线网卡英特尔 i201 并不是最新的 WiFi 6E， 这是罗拉斯的跑分，仅供参考。跑分不能说明什么，每次跑的可能都不一样。小新 Pro 16 i5-1250H 单核性能领先天选3 R7 680H 大约 2% 到 10%， 多核性能则比 680H 弱了 10%， 所以 680H 也是还可以的嘛，没有说的那么不堪。比惠普新15的30瓦功率的 i5-1240P 单核性能强了 2%， 多核性能则强了 20% 到 28%， 比自家的森格布克16+同处理器单核强了 3% 到 6%， 多核强了 2% 到 18%。因为没有显卡的束缚，它的 CPU 在跑 R23 多核的时候直接上到了60瓦。30瓦的 1240P 对60瓦的 12500H， 这个成绩你们满意不满意？英特尔的核显目前还是不值得期待的，天选3 680H 的核显比它强了 66%，
366的 MX570比它强了2倍多，25050就更不要说了，是它的3倍。Corona Rhythm、Cross Mark 这两个都比较注重处理器的能力。PC Mark 10只是侧重全方位的对比。微软渲染器是借助行业做效果图用的，也是吃 CPU 的性能，显卡只是辅助。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需求，优先购买处理器高的机器就行了。很多游戏也帮你们测了，集成显卡是肯定玩不了的，就不要动这个心思了。这是办公或者是看电影用的笔记本。偶尔玩一局英雄联盟什么的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它的帧数的话，跟那个 i5-1140P 的版本基本上也差不多，也在140帧左右。然后这边它的 CPU 温度在60几度，性能和25占用率 4.2G， 能效和 2.5G 左右，功率在50瓦 ，GPU 60度65占用率，1230的频率，我觉得但凡是个正经人都不会去点它。CSGO 2.5K 特效下高特效约为34帧。1200的分辨率约为53帧，单考已经进行了30分钟，现在室内的温度是 26.3 度，然后处理器的温度是96度，这个房间温度被处理器给带热了。这边 CPU 的功率是60瓦，它的能效核是 2.9G， 性能核是 3.6G。单考处理器已经进行了65分钟，现在处理器的温度96度，功率是 58.5 瓦，性能核 3.6G， 能效核 2.8G。硬盘38度，性能给的非常猛，代价就是噪音和温度比较的高。机身位的噪音达到了53分贝，人声位的噪音也有46分贝，而且屏下的温度是非常的烫手，在 45.8 度。即使在键盘中间区域，它的温度也达到了47度。夏天这可怎么过？而且它不是某个区域是发热问题，是整个区域发热度是比较明显，相当的烫手。联想的工程师有一点反人类，净喜欢搞这种六角的螺丝。拿到 D 壳上面还装了一个硬盘的散热贴。固态硬盘是242的小的这种硬盘，明明可以上大的，它给你上了个小的，很尴尬。这里是无线网卡，电池也是比较的大，达到了75瓦时，扬声器在左右两侧，2个风扇，2个热管贯穿的。然后它的硬盘，它的内存是藏在了这个底下。板载的内存，硬盘扩展位只有一个，没有办法插第二个硬盘。休息了20分钟，重新单考30分钟，放在你们说的智能模式上。处理器现在达到了45瓦，性能核是 3.2G， 能效核 2.6G， 然后处理器的温度在80度，机身上的噪音在52分贝，键盘的温度42度，也是非常的吵和非常烫。并不像大家所说的，我可以通过性能切换模式来降低噪音和温度，这点在这台机上面是行不通的。相机的清晰度还可以。因为没有显卡，小型普尔16机械版在日常使用中噪音和温度表现略好于 ThinkBook 16加独显版，但是实际使用中风扇和噪音、键盘的温度还是偏高，牺牲散热和噪音来换取性能上的提升到底值不值？其实换成 i5-1240P 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，主要是笔记本厂家现在内卷太严重，再加上一些唯性能论的出现，参数上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实际体验，你想这是被人硬架子给抬上了梁山。它是一台性能指标、跑分参数很高的笔记本，仅此而已。下面谈一下优缺点。优点一，2560×1600分辨率高，120赫兹刷新率好。2，金属机身。3，性能切换模式多。缺点一，裸机1940克，接近2公斤的重量。2，日常发热严重，键盘可达47度。3，噪音偏高，风扇启动频繁。16寸的机身仅有一个 M2 接口，而旗下的 ThinkBook 是有2个的。内存不能插拔，颜值属实一般，5000多块钱这个价位颜值太拉垮了。对比 ThinkBook 16加阉割严重，而且这台屏幕有问题，暂时不能回血。等我换一台新的回来以后，会在6月1日凌晨0点上架，4699元，全新的机器。感谢大家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，我们下期见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就是你冰冷的手，动也不动。
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当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沉默不说。